情绪本来就快于我们的想法，这个是一个原厂设定。在你没有 emo 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建立这样子的心理概念。我知道 emo 会来，它不一定要有马上的原因，但是它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承诺自己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我是 Play， 我是雨欣，暖心相谈室。今天来聊一个最近蛮流行的一个词哦，叫做 emo。emo， 哎，讲这句话要这样 emo。你最近很 emo， 或者今天有一点 emo， 好欠揍啊你！好像我们今天打扮比较成熟一点，对，知性成熟一点，讲这个有点违和。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它其实就是 emotional 的缩写嘛，情绪化，情绪化，或者是你今天特别 down， 你们会怎么用？就心情不好，会觉得今天状态不好，就会说，哎，我今天 emo 哦。哦，一种警告，或者我进家门，我今天 emo， 不要惹我，这样可以。会跟朋友分享说，哎，我今天有点 emo， 然后朋友说，哦，你怎么了？这样。哦，讨关注也可以，或者是我看你心情不好，我可以说，哎，你 emo， 你干嘛 emo？ 我通常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讲这件事情。那 emo 了怎么办？今天是我们的讨论课，不是来讨论 emo 这个词。对，因为 emo 其实讲白，我之前也有发过蛮多支影片，就是有些人莫名低落，有些人可能知道原因低落，但是觉得没有必要低落那么久，或者是觉得这个原因其实明明我想得通，但我还是很 emo。是，那这时候怎么办？我听起来反而觉得好奇，大家在讲自己 emo 的时候，你内在的定义跟你隐藏的需求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有好多隐藏的需求，有的时候我是希望别人不要来烦我，对，跟我保持距离，可是有的时候我是希望被拍拍哦，被抱抱哦，这个就可能要考量一下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比较迂回的方式去获得我们想要的，因为有时候这样蛮讨人厌的。我现在先不要讲什么 emo， 就是我觉得低落跟低潮跟难过，有点像我们那种女生月经的周期，觉得最近就是怎么样都提不起劲，然后什么都看不好。那像这种时候，我自己的做法啦，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种时候，我会让它废，因为我就是一个觉得一天只要没有做6件事情以上的人，就觉得今天没有什么产出，就压力很大。可是当我有这种 emo 的时候，我就说好，今天就是废了一天，我就躺在床上，我就滑手机，或者我就是写日记、看书，不会规定自己今天一定要都有生产力。所以你不会抗拒 emo， 你会顺应 emo。对，我会顺应之外，因为我知道 emo 是一个会很影响你做决策，或者对人的态度，或者是你今天已经够 emo， 然后你还要装出一个样子，你还要跟大家开一个周会，然后你就是心情，你看到谁都骂，看到谁都骂，所以我觉得这种情绪你也不能带给别人，所以我就很有意识知道说，哦，我今天这样是正常的，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感觉，就既来了我就喝水，喝热的东西，或者追剧，难得终于有时间让我追剧，因为我现在 emo 了，就有点像这样的感觉。我很喜欢听到你这样说，因为好多人会把 emo 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要排斥 emo，他觉得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转换我自己，我要马上变得开朗乐观，或者是怪自己怎么不够开朗、不够乐观。然后这个反而你会感觉你有一个 emo， 对不对？它是一个作用力，你不喜欢它一个反作用力，你内在就在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了，好吗？然后你的力量就在这个过程消耗完，这就要内耗。所以当 emo 来的时候，你就想象大海啸来了，可是你如果去拿一个板子这样挡住那个大水，其实你是会被它打到。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板子当成冲浪板，你顺着它冲，其实你就会度过它了。然后反而你还获得了一个内在的力量，是我有能量去度过任何的情境。所以每一次的 emo 都是一个最棒的练习。其实我发现最近新时代或是我自己好了，蛮常会有 emo 的感觉，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你会去比较，因为像我们前期有讲到，对。但是我自己会去发现，我很容易被这个影响，所以我每一次有 emo 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这个感觉不舒服、不喜欢。那因为什么事情，我就很理性开始分析。因为我看到这个人的动态，因为这个人给我压力，我可以怎么做？我不一定要 unfollow 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少去看他，或者是先让自己不要用手机，因为太容易被影响了。你最近一次被 emo 问工作，老板在这边，大家说工作。好，在工作上面，比如什么事情想要做好了，可是可能找不到方法，或者说需要一直试，然后就觉得说挫折，我真的怎么会做不好？类似这种。那你对自己要求高，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值？比如说谁都可以做好，为什么做不好？我觉得不是因为跟别人，就是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工作上面期许，因为他们就是给自己的标准高，所以他会想要做到他的200%。那这种人该怎么办？我觉得要求高的人，
他需要重新去找到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真正的目标是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有成就感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是被认可的。可是你会卡在我要求非常高，然后我看自己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差，其实你就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我觉得要反过来看，你必须要先去看一个更远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好，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帮助不了我去到那里的，那我们就得调整。那我如果先做到60分呢，我先再来做70分呢，我一步一步的往上加，我有没有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否则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做到100分的时候，其实你里面就会有一个反动力，是不可能，我做不到。它那个反动力就在内耗，所以先把自己的标准，你可以把目标切分成很小，然后切分小到你一定做得到，你先让自己有一个我做到了的感觉，让这个感觉再去翻滚出下一个做到了的感觉，而不是去达成事情。所以一样都是从我们内在能量开始，你先让自己有感觉是最重要的，事情才会慢慢来符合你想要的和谐的状态。你刚刚说那个切割这件事情，我蛮有感受，因为我比较不会因为自己标准高而很 emo，可是我自己标准也非常高，但是我发现我会去理性的去想，今天我就算达不到，或者是我的标准就在那，我很想要达到，我会去方法大于那个情绪，我会去用方法，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比较粗心，我今天就是这边会一直出错，那我就去找方法，我请别人提醒我，请你列出来所有的方法，是要量身定做的，可能别人不需要提醒，可是你可能需要便利贴贴满你的电脑，可能别人不需要一个 list， 可我手机里全部都是 list。如果你自己是标准高的人，因为我也是，你就是把你的行动跟解决办法优先跟大于去放大那个焦虑感，因为你真的太焦虑啊，怎么办？你就慌了。你慌的同时，你当然还是会想办法解决。比如有时候我们上片，因为很赶，或者是东西需要很高 quality， 或是临时怎么样，你又出错怎么样，我一定会有情绪，我会觉得天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又这样？可是我会更理性的说，好，现在该怎么样，赶快去做，因为你时间不等人，因为有时候压力就搭在这边。可是我知道会有很多人会。怎么办？死定了！然后讲时间又过了，然后什么东西没解决，然后只会在骂员工、骂伙伴。可是我也会有情绪，可能过了1、2小时会打一长篇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哪里重要，那以后可以怎么改。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第一时间不太会有去批评什么，可是我会解决完过后来反省，有吗？对。对，但我分享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刚刚你的是用理性去分析，对。但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就觉得我就在 emo， 那个理性是有点难出现，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理性都能够马上出来。那我的做法反而是让另外一种 emo 取代现在的 emo。可是做法其实蛮类似，就像我刚刚说，假设我今天想要考100分，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下一次考试就考100分，但是我就先选10个，然后我可以先把10个练习题都写对，这样总做得到了吧？或是5题、3题你自己定哈，反正第一步骤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做得到，你可以为自己下这个目标，然后你做到了之后就要去真的感谢我做到了那个感觉，然后去感受它，让这个感觉去取代那张有100题的考卷我达不到100分的那个感觉之后，你的这个5题、10题才有办法变20题、30题，然后最后变100题都100分。好，所以这个就是用新的 emotion 去取代旧的 emotion， 我觉得也许是更快的方式，因为你想要的感觉就是100分的感觉。你现在这5题就都100分啦，你就已经在胜利了。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感觉胜利？每一小步都感觉胜利呢？好抽象，应该是套用在你们自己，因为每件事情都不一样。对，每件事情，有些人是工作，有些人甚至是感情啦、人际关系，我们都要去帮自己定出非常做得到的第一步。那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子去安排你的时间轴。那很多人的事情都是有点像 checklist， 就是太广了。那反而他看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里面还可以区分成10个步骤，对，他就会开始觉得烦，那就表示这一个目标太大，对你而言太大，那你就把它下拉吧，好不好？再拉成10个小步骤，然后第一个步骤完成就去 check。你就会有成就感。那我们刚刚前半段探讨的是非常知道原因的。那如果很多人是不知道原因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心情不好，就是心情起来就是超级郁闷的，那这种人怎么办？情绪本来就快于我们的想法，非常非常多。这个是一个原厂设定哦，就像我们，如果你半夜走在公园，你斜眼瞟到一个这个形状的东西，你一定是先吓到跳开，而不是先理性判断它是蛇啊，好来跳，绝对不是这个顺序。所以
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先认知，在你没有 emo 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建立这样子的心理概念。我知道 emo 会来，它不一定要有马上的原因，但是它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承诺自己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休息？甚至你也许很忙，你当下没办法休息，但是你晚上你愿不愿意允许自己有1个小时写写日记？我今天早上感觉到什么，然后我可能发生什么，跟自己对话。对对对，就是我的情绪日记，其实都是我每天都在做的，甚至我会写在手机，你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都可以写。那当你常常跟你的 emotion 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变成你未知的敌人，跟 emo 变成好朋友。没错，他在让你不舒服，就是希望你可以听听他，看看他发生什么。所以如果你永远都不留时间给自己，我们永远就会被 emo 突然出现打败。所以留时间给他，那什么时候要好起来？不要去规定。对，这个很好，因为太多人会想要好起来，太多人想要急着，对，就别人都在好，为什么我还在 emo？没关系啊，你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面。就像脚很痛，然后你的朋友跟你说不要再痛了，你赶快给我好起来，对，你就可以不痛了吗？不可能，对，他需要有他自己的时间。反而你真的开始完全的关心他，然后做照顾自己的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满意的默默离开了。这个是很常出现的事情，所以不要在内心创造那个反作用力哦。那我们怎么样避免 emo 的情况太常发生？比如环境啊，或者是人啊，或者是比如睡前啊，或者情绪日记啊等等的，就列出就几项可以避免这件事情。避免 emo 一直发生最根源的做法，就是真正的成为你自己。因为太多人在生活中，其实你们都在做着自己很讨厌的工作啦，或者是跟自己很讨厌的人长期的相处，可是你却告诉自己不行啊，我就是要忍啊。我们不断的在说服自己、洗脑自己，我没有办法做自己。那你的 emo 就会像累积泥沙一样，它就会一直往里面累积，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你这个机器的运作方式是卡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你的这台机器就会累积很多不必要的杂质在里面，那它就会卡住，那它 emo 就会突然让你宕机，这个是必定的。所以我们得一点一点开始很诚实面对，那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也许我就从断舍离开始，这是最常有人在做的。我就开始整理我的房间，我把不必要的东西，我知道它是我的某种欲望，但是我真的不需要它，我们把它送出去啦，丢出去啦。先从你的环境开始，让你感受到这里都代表我，而且都是让我舒服的我。先从这边开始，然后再从你的人际、工作、生活、感情，慢慢的推广出去，那一切就都会是跟你和谐的状态，emo 就会很少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但是有没有再简单一点的方法？比如说睡前跟自己好好对话，跟自己明天好好鼓励，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点被自己加油到的那种感觉。这是我最新学到，但其实它一直都在我的观念里只是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收获心态》，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3个状态点，一个就是你的理想值，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子；一个是你的现状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最常忽略的，就是你的起点。大部分的人都一直在看这一段，我怎么还没有到那个样子？我怎么还不够瘦？我怎么还不够有钱、成功等等？但其实你从起点看，你已经成长了这么多。Yes， 而且你这是今天嘛？你每一天都会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要回头去看你每一天小小的胜利跟成长，然后你要去庆祝它，那你才会有真正胜利的感觉。否则你一直看这个作者叫做落差心态，就相反于收获心态，你是一直觉得你匮乏没有的，那个 emo 就会很强烈，因为没有人喜欢匮乏落差的感觉。很多人会怕说，那我一直看我有的，我会不会自得意满啦？我会不会就不进步啊？从心理能量来看，看这边的时候你能量饱满。这些东西是自然来找你，你不用追它。你一旦追理想，它比喻很棒哈，就是你在沙漠中追着地平线跑，你越跑地平线越远，永远达不到理想。理想是会变动的。你刚刚说进步一点点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每一场校园演讲或是企业演讲，我都一定会带到一个环节，然后我就说，请把那个现场的灯关掉，大家可以做一个练习，然后大家都眼睛闭上，跟沉浸在10到15秒，然后就开始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很 emo 的事情，或者觉得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或者挫折的事情，然后我请他们小声的说，你有在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就这句话，我还把字打在 PPT 上面，然后就一次一次的念，然后会带大家1次、2次、3次，然后会越来越大声，后面几次会开始讲自己的名字，比如说 Blair， 你有在进步，哪怕只有一点，那我就请他们念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个超级有效，是用第2人称去唤醒自己，对，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好，以上呢，我觉得会点进这支影片的人，应该会稍微有一点低落啊、低潮，或者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希望以上
样方法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然后暖心相谈室呢，欢迎大家投稿，好不好？这个 email 在这边，如果想要看我们聊什么内容，都可以欢迎帮朋友问或者帮自己问，不管是感情问题也好，人生上面或工作上面啊都可以。那我们下一支片见，拜拜，拜拜。